刘俊成、宋芊芊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好久不见啊，芳姐。芳如啊，既然你已经看到了，那我就不瞒你了啊，我已经跟芊芊在一起了，咱们离婚吧。刘俊成，当初咱们结婚，你就是一个小职员，没有婚礼，也没有钻戒，我跟着你在地下室足足挤了3年，就连一个荷包蛋，我都要跟你分着吃，你没有一句怨言。如今日子好过了，你却出轨助理，还要跟我离婚。闭嘴！我现在可是身价上亿的老总，你看看你这副德行，你配得上我吗？芳姐，你也不要再生气了。刘总是商业翘楚，他身边的位置只能者居上，你就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人老珠黄被厌弃也是理所应当的嘛。你个小子还当上演了是不是？芊芊，你没事吧？好疼啊！这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竟然敢动老子的女人！刘俊成，你打我！打你又怎么样？敢动我的女人，你就该打！刘总，你别生气了。芳姐能这样，肯定是因为第一次她没法接受，我能理解。看看芊芊多么的识大体，到这个时候了还能替你说话。我原本想着离婚以后啊，分你100万，也算全了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。现在看来没必要了，你现在就给我滚，净身出户！爸妈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爸妈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爸他出轨小三，要跟我离婚，还让我净身出户。什么？爸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什么这么干？明天环宇的投资大会，你们都听说了吧？海城的龙头企业朝气集团也会派人参加，并且给我们环宇注资30个亿。30个亿？这么说，咱家暴富了？当然，我现在已经功成名就，是身价上亿的企业老总。你说他一个黄脸婆还配得上刘夫人的位置吗？爸，虽然你有钱了，但这也是挺过分的。还好，我儿子还是向着我的。这么大的好消息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？早知道梅梅刚才看上那个包，我就给她买了。没事，咱家有钱了，一会儿我去给你买。老公，你最好了。博文，妈，爸既然要跟你离婚了，你还在这磨叽什么呢？赶紧签字吧。博文，我是你亲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们不过说句公道话罢了。你跟爸结婚这么多年，爸在外打拼事业，你又为这个家做了什么贡献？爸能忍你这么久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我没有做贡献，我里里外外操持这个家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你们做一家子人的早饭，吃的用的，我哪一点没有用心？现在这么说话，我觉得丧良心吗？妈，你说话就说话，你冲梅梅嚷嚷什么呀？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你知道爸为什么参加酒会不带你吗？就是因为你拿不出手。你操持家务、洗衣、做饭，这不都是保姆干的活吗？1个月6000，能找来一大把啊！是啊，我刘承俊需要的是像芊芊这样能在事业上帮助我的女人，而不是像你这样只知道围着那个灶台转圈圈的黄脸婆。爸真是老当益壮，佩服佩服。宋小姐，你不仅人长得好看，还这么有能力，不像某些人自惭形秽。要是我啊，我早就滚出这个家。没想到我这30亿的投资，竟然能让你们一家子原形毕露，真是人心难测。你说什么？什么你的投资？你说什么？
什么你的投资？妈，你没事吧？大白天说什么梦话呢？我们也知道你想挽回爸，不过你没必要这样吧？爸刚才都说了，这笔投资是朝奇集团投的，人家朝奇集团的总裁可是海城鼎鼎有名的女企业家，身价最起码得上亿。你要想冒充，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是什么样。朝奇总裁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身份，你为什么要隐瞒整整20年？现在刘总要把你扫地出门了，你说了，谁信呢？是啊，我也后悔，为了照顾刘俊成的自尊心，我含辛茹苦20年，以至于现在被你们所有人厌弃，我真是自寻恶果。再敢胡说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刘俊成，你好好想想，若不是我暗中替你铺路，你以为能顺利拿到风投，开办环宇集团吗？就连明天的注资大会，也是为朝奇集团的名义向你注资30亿，他们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来参加的。越说越离谱了啊！一个没文化、没学历的家庭主妇，能有这么大的能力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老公，妈不会受了什么刺激了吧？得了什么妄想症了吧？为什么这么多年，你遇到困难，就会有风投主动找到你，助你渡过难关？博文他没上班不知道，你应该知道，我说的是不是实话？是啊，这些年在我的创业之路上，确实有一个女人帮了我不少。这个人就是芊芊。什么？这几年啊，芊芊替我四处奔走，拉投资，拉生意，就连朝奇的投资，也是芊芊亲自去谈下来的。现在你知道你和芊芊的距离。刘总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说投资是他拉来的，好，那我倒要问问你，融创未来的那笔投资，实际注资人是谁？智启资本从来就不投国内企业，你又是怎么联络到他们的？汇点风投的创始人是女性，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小三，你又是怎么说服他们，让他们投资的？哼，方女士，这可是商业机密，我怎么能告诉你呢？是你不能告诉我，还是你根本就不知道？够了，方如，我原本以为你虽然没本事、没学历，还是个农村妇女，但是你最起码是一个淳朴的人。没想到你竟然因为嫉妒心口出恶语，还想和芊芊成功了。妈，你赶紧走吧，你非得要把这个家弄得鸡犬不宁才安心吗？一字不忠，百字不用。我同意离婚，不过环宇集团是在咱们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创办的，这些年所有的盈利都应该是咱们夫妻共同财产。你凭什么让我净身出户？那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环宇集团是我爸一手打出来的，难道你还想分一半不成？说这么多，不就是为了分点家产吗？还什么女总裁？哼，我呸！这点家产我根本就看不上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想让我闭嘴，休想！哼，你不愿意净身出户是吧？哎，好，那我就转移公司资产，再以经营公司为名向各大银行借贷，到时候你不仅分不到1分钱，还要背上一身的巨额。方若，你不过是一个无亲无故的农村妇女，你确定要跟我斗？刘俊成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真没有看出来你这么无耻。无耻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这些年为了这个日子准备的可不是1天2天了。好，我签。
方总，注资大会还继续进行吗？继续？为什么不继续？方俊成不是觉得拿到朝齐的投资，他就能够飞上枝头变凤凰吗？那我就让他尝一尝从云端跌到泥潭的滋味。陆总，什么事？方女士她离婚了。陆总，您没事吧？有没有被伤到？我这就去给您叫私人医生。不必，她离婚了，她真的离婚了。千真万确。走，走，准备去，我们立刻去海城。哎呀，刘总，恭喜啊！今天在座的都是咱们这城里啊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他们都是慕您的面子而来呀，真叫后生羡慕呀。听说呀，朝齐集团向环宇投资了30亿。诸位过奖了，过奖了，互相关照，咱们互相关照而已。对了，刘总，听说朝齐集团的总裁自20年前隐退后，一直深居简出，从未在公共场合露面。您是怎么排上他的门道的？也教教咱们呗。这样还得是我助理芊芊的功劳。哦，其实我也是和那位大人有旧识，所以那天一起喝茶的时候，就聊了聊关于未来发展计划啊，他很感兴趣，就投资了。刘总的麾下能有宋小姐这么优秀的得力干将，真是令人羡慕呀。对了，一会儿啊，朝齐集团的代表来了，你可得好好招待。你就放心吧。招待？他有这个资格吗？嘿，谁呀？怎么之前从来没见过？刘总，他不会是不甘心，所以跑来闹事的吧？方如啊，我们昨天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？你还来这里干什么？来代表朝齐向环宇注资啊！还胡言乱语吗？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赶紧给我滚！方女士，你已经和刘总离婚了，死缠烂打是没有意义的。今天的注资会对环宇来说很重要，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吧。离开？我为什么离开？我说了，我是受邀来参加大会，来注资的。你们耳朵聋了吗？方如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好像是被扫地出门，净身出户吧？你注资，你兜里能有几个子儿啊？100还是200呀？方小姐，今天受邀来参加注资大会的，在座的哪位不是资产过1000万？你那100、200的就别拿出来惹人家笑话，早点回家去啊！刘总啊，以后呀，再办注资会，还是要在门口设置一个验资通道才行，省得呀，什么阿猫阿狗啊都想混进来。哎，你刚刚没听着吗？这位是刘总前妻，别看今天穿的像是人模狗样的，但哪能跟咱们宋小姐比？怪不得刘总要跟她离婚呢。大家的话你也都听见了，不想丢人现眼，现在就赶紧给我滚！我是拿着你们环宇的邀请函，光明正大的走进来的。你们环宇就是这个态度对投资方的吗？这从哪儿得到的？一份一文不值的邀请函，何须我费尽心思去弄呢？不对啊，刘总，这其他来宾的邀请函都是蓝色的，他的怎么是黑色的？造假也不造得像一点，门口保安干什么吃的？连这都分辨不出来。原来是假的。方如，你费这么大心思来到这里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混进来？这份邀请函不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难道你们自己分不清楚真假吗？哼，你一个黄脸婆懂什么？我堂堂企业老总，这种邀请函的小事情还需要我亲自过问吗？去，把负责邀请函制作分发的王经理叫过来，问问他到底这是怎么回事。王经理，刘总，您找我？你自己看看，
邀请函怎么还出现盗版了？刘总，这不是盗版的，不是您自己吩咐说要为重要的客人单独制作邀请函吗？这就是 VIP 邀请函呐！你说什么？没错呀，普通的客人用的是蓝色邀请函，而 VIP 客户为了表示尊贵，就是用了这种黑底烫金邀请函啊。那你一共给几家公司送了 VIP 邀请函呢？只有朝旗集团一家呀。这怎么可能？方总，你是怎么得到朝旗的邀请函的？我已经重复过3遍了，我是来代表朝旗注资的。不可能！你一个堂下妻，怎么可能和朝旗产生关系？还不信？这上面有朝旗集团的公章，还有方如的亲笔签名，面值30个亿。这真的是朝旗集团的公章？30个亿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一个20年没工作的黄脸婆，怎么可能搭上朝旗集团的关系？这支票是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假的，那是因为你们没有见过这么大面额的支票。你口口声声地说我是黄脸婆，还一再贬低我就是个家庭主妇。面对这30个亿的支票而言，你不过就是一个打工的牛马罢了。方如，你也配跟我比？我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有留学的履历，你也敢侮辱我？再高的学历也掩盖不了你就是一个靠出卖身体上位的小三。你给我闭嘴！还敢跟我动手？你配！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热闹？这不是朝旗集团的陈主任吗？明儿今个也是来参加注资大会的？什么注资大会？哦，我正好来丽景酒店办点事，看到这里边这么多熟人，就进来瞧一瞧。陈主管，你来的正好。有人拿伪造支票，还冒充朝旗集团的总裁，这事儿你可不能不管呀！走开，一股香水味儿，你要气死谁呀？劳烦您委荐一下，这张支票是真的假的？这支票是谁拿过来的？我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伪造我们朝旗集团的支票！你凭什么说这张支票是伪造的？众所周知，我们朝旗集团的方总早已经隐退多年，现在公司的事务都是由执行总裁在处理。你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，怎么可能得到我们方总的亲自签名？因为我就是朝旗的总裁方如。方如，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你要真是朝旗集团的总裁，怎么可能连陈主管都不认识你吗？区区一个小小的主管，不过就是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，有什么资格认识我？你简直大言不惭！一个骗子而已，居然敢顶着我们总裁的名义，在这招摇行骗！你就等着倒霉吧你！贱人，你竟敢骗我！刘俊成，我念在我们夫妻一场，我对你一直在忍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我动手，你真当我好欺负是吧？贱人！经理，刚刚得到消息，陆氏集团掌门人陆瑞峰即将莅临咱们酒店，领导让你赶紧过去准备一下。他怎么来了？陆氏集团，那可是上京城顶级豪门呐，他也会来海市？今天呀，还真是来对了。要是能够见到陆先生，再谈上2笔生意，这简直就是想都不敢想的荣华富贵啊！好，我这就去啊。刘总，陆先生马上就来了，你还要留他在这儿丢人现眼吗？保安，保安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我是朝旗的总裁
朝启的总裁还敢在这大言不惭的胡说？好，既然你不肯走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，把他的衣服给我撕了，我要让他下半辈子没法见人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看是半老熊王了，但这场面着实劲爆手机。我发到网上去了，这不得火一把呀！刘俊成，你给我等着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！放开！后悔？先让你后悔！撕！给我撕得一丝不挂！让他们知道得罪过刘俊成会是什么下场。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京城陆家掌门人到。这不是陆总吗？久仰您的大名了，没想到您真的来这儿了。陆总啊，您能来参加寰宇的祝词大会，真是让我蓬荜生辉啊！太给我面子了。滚！方如，你怎么弄成这样了？这么多年没见，一见面就丢了这么大的脸，还真是难看啊！难看的不是你，而是他们。这怎么把他给扶起来了？难不成他们之间真的认识啊？这要是真认识，这刘总的天可就塌了呀！刚才是谁对小茹动手了？是我，我也不知道。陆总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打你，没杀你就不错了。刚刚除了刘俊成，是不是还有你对小茹出言不敬？哼，这一巴掌让你长长记性。陆瑞峰，我可是朝启集团的人，不是你们陆家的人。朝启？呵呵，那好，我现在就给朝启集团打电话，看看他们会不会卖我陆瑞峰这个面子，把你开了。还是你认为我们陆家的手伸不到海城？陆总，我错了。算你识相。除了陈主管，还有就是你吧？听说你是小三上位。陆总，是不是小三上位？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？我跟谁在一起，是我自己的事情。你和哪个废物在一起，自然和我无关。但是你伤害到了小茹，那别怪我出手狠罢了。王特助，张嘴！哎呦！我打他，他脏了我的手。没事吧？陆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今天没有小茹发话，你们谁都别想走出这个大门。陆总，这不关我们的事儿，我们顶多就是看热闹的。对呀，陆总，您就算再怎么护着方如，也不该迁怒于我们呀。爸，这是怎么？爸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快劝劝你妈！你妈攀上了京城陆家的陆总，要报复我们，还要毁了你爸的祝词大会。什么？他算什么东西啊，也能勾搭陆总？别说了，方如，没想到你一把年纪了，还挺有手段的。妈，原本你净身出户还有些于心不忍，可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可恶，居然还勾搭别的男人来对抗我爸的事业。就是你这种行为，要是在古代，可是要被进猪笼的。你于心不忍，我可真没看出来。
昨天你生怕我分走了家里的财产，那副眼巴巴的就想让我滚蛋的样子，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。陆总，我是方如的儿子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我妈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你可千万不要信了她的挑唆。真不愧是刘俊成的儿子，你们简直就是一脉相承啊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刘博文，且不说我和瑞丰清清白白，就算我们真的有什么，也不过是做了和刘俊成一样的事情，你凭什么维护他，指责我？这怎么能一样？爸赚钱养家，你呢？赚钱养家就可以抛弃发妻了吗？赚钱养家就可以没有良心和底线了吗？你这简直就是强词夺理！是我强词夺理，还是你理亏词穷？你自己心里明白。我不打算再跟你分辨谁是谁非，只要你，还有你们，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方如，你在恐吓谁呢？就算攀上了高枝，又能怎么样？你以为陆总真的能为了你，与我们在场所有人为敌吗？就是你一个半老徐娘，有什么资格在这儿？满嘴污言秽语，太吵了。那就先从你开刀吧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方如，你快叫他们放开我！你个贱人！我爸可是海城最大建筑商老总，你要是敢动我，他不会放过你的！放开！抓你的人是我，你反倒去威胁小吴，是只会找软柿子捏吧？张嘴，好好教教他怎么说话。你居然让你的姘头殴打儿媳！方如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妈。好啊，唯利是图，是非不分，我也不想认你这样的儿子。方如啊，美美家可是海城最大的建筑集团，打伤了他，事情闹大，陈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最大的建筑集团，陈家是吧？小王，马上安排下去。3日之内，我要让陈家在海城消失。是。让我看看下一个该轮到谁了。陆总，他不过就是一个年老色衰的弃妇，您犯不着为了他做成这样啊。对呀，陆总，像您这样的，找什么样的找不到啊？为了他闹个满城风雨，不值当呀。方如，好歹夫妻场，你真的要把事情做绝吗？你攀上了陆总，我也不计较了，为什么还要咄咄逼人？果然，自己肮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脏的。刘俊成，你不是想知道我和瑞丰的关系？那我不妨就告诉你，我出身京城方家，和陆家是世交，我们是一起从小长到大的关系，也是你能够挑拨的。京城方家就是那个出了很多政商精英的方家。妈，你有这么大的来头，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？当年方家内乱，我以姓埋名来到了海城，当时一无所有，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。是刘俊成跳下河把我给救了起来，谁能想到为了这份恩情耽误了我半辈子。怪不得当初我在国外一回国的时候就听说方家内乱，你音信全无，后来好不容易有了你的消息，却得知你已经结婚生子了。妈，原来是这样，是我们错怪你了。一家人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坎？既然你不喜欢陈梅这个儿媳，我明天就去和她离婚。刘博文，你说什么？闭嘴！从前你就仗着陈家对我妈作威作福，现在落得这个下场，你就是咎由自取。你个人渣！我对你妈什么态度，你今天是第一天知道吗？你现在倒想当个大孝子了，你早干嘛去了？贱人！你这是挑拨我跟我妈的关系。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我肚子好疼。怪了，她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姐，我的孩子。送她去医院吧。送医院吧。妈，你救救我！妈，你救救我！妈，你救救我！我已经替你教训完小梅了，你就消消气，回家吧。不行，她回家，那我去哪儿？刘总，你快说句话呀！哎呦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滚开！也不掂量着呢，你配合京城方家的小姐比吗？他已经被方家除名了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他早就被方家除名了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方倩，好久不见啊，大姐。方倩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找我许久未见的好姐姐叙叙旧啊。话说回来，我得感谢你，要不是听说你要来海城，只怕我都见不到我的好姐姐。你
跟踪我？不能算跟踪，顶多只是监视。方如躲藏了这么多年，我不上点非常手段，怎么找得到？当初小茹她母亲刚刚病逝，你就和你妈迫不及待地登堂入室，夺走了属于她的一切。现在她已经离开京城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一直追着她不放？陆总，这是我们方家的家事，怎么样也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吧？她的事情我管定了。那就是说你们陆家要跟我们方家决裂了？你要不问问你们家老爷子的意思？润芳，方天去海城事先已经告诉我们，这件事和陆家无关，你就不要再管了。大姐，你真的要看着陆瑞峰为了你与陆家翻脸，与方家为敌吗？小茹，瑞峰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但是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插手了。不是，小茹，你放心，我能处理。哈，好一对情深意重的苦命鸳鸯啊！你看着你老婆和别的男人情意绵绵，这你也忍得下来？你什么意思？这样不守妇道的女人，你不好好管教她，以后传出去，岂不是遭人笑话？这是方家的订单，价值5个亿，只要你拿这把刀划了他的脸，这个订单我就给你，怎么样？5个亿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堂堂方家还不屑跟你们这些蝼蚁撒谎，在座众人皆可见证。只要你今天有大义灭亲的勇气，我保管你们寰宇能够成为海城商业第一。至于这个机会能不能把握住，就看你自己了。刘总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赶紧动手啊！可是你们毕竟是姐妹，万一哪一天你们和好了，那我们……哼，姐妹，她也配？你们当真以为我今天来海城是迎她回方家的？那你是……我母亲对她恨之入骨，已经特意精心挑选了一家精神病院，打算把她永远关在里面。你这张脸看着和你那个病秧子的妈如出一辙，看着就讨厌，不如毁了，也好哄我妈开心。刘总，这下你能放心了吧？你已经得罪了陆家，如果再不找个靠山的话，我就完了。放眼整个华国，除了京城方家，谁还能和陆家抗衡？刘俊成，你敢？放心，有我在，只管动手，我保你们刘家平安。方叔，你不要怪我，要是你也会和我做一样的选择吗？拦着他！好啊，刘俊成，你这一刀毁了我们20多年的夫妻感情。你这招借刀杀人玩的还真是漂亮。不过我在海城蛰伏了20年。你不会以为我真的什么都没准备吧？上来吧。方如，你不会觉得找一个小丫头就能护得住你了吧？方小姐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方总的助理，同时也是朝旗集团的执行总裁。我的名字叫赵毅。哼，我管你叫……你说你叫什么？赵毅，就是那个大量收购我们方氏集团股份的那个赵毅。你是方如的人，你总算是想起来了。就在前不久，小赵收集了方氏27%的股份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妈跟我手上的股份加在一起，足足有32%。你别忘了，我母亲手里也有10%的股份，所以我才是持有方氏股份最多的人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方氏易主，我才是方氏的掌门人。方倩教唆商人，恶意商业竞争，我现在命令你们把他抓住！你们敢？他们是我的手下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们如果不动手，我也不会为难你们。但是我方如眼中容不得沙子，你们可以就此离开方家。方如，你是个阴险小人，你敢动我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会回来的！方如，送橘子吧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他刚刚说他才是朝氏集团的总裁，那
朝气背后的神秘总裁，莫非就是……没错，朝气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就是方如女士。坏了，刚才那张支票是真的。妈，你说什么？什么支票？你妈刚拿了一张支票，说是朝气集团注资我们环宇的30亿。我以为他是来闹事儿的，所以就……爸，你糊涂了，这可是30亿啊，你就给撕了。其实，你们也不用这么后悔。妈，你的意思是，虽然支票毁了，但你还是投资给环宇集团，是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就算你们刚才没有撕毁这张支票，我也会把它作废。不，等等，小茹啊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消息我都已经放上去了。要是没有这笔注资，环宇就成为全海城的笑话了，其他资方也会撤资的，那环宇就完蛋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，就算现在环宇破产，也跟我没有1分钱的关系。难不成你还想把负债转移到我的头上吗？小茹，环宇可是我半辈子的心血，我求求你千万不要撤资啊！我混蛋，我就是个混蛋的渣男，我求求你，打我骂我都行，就是别撤资行吗？都怪你，你这狐狸精！要不是你勾引我爸，我们家会变成这样。赶紧跪下，跟我妈磕头道歉。方总，是我的错，我马上就离开环宇，再也不出现在海城了。你能放我一马吗？妈，这个小贱人都认错了，你就原谅爸。爸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。我们现在全家都仰仗你，爸以后肯定不敢了。有的时候我在想，你到底是不是我儿子？妈，你打我干嘛？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真是可笑。自己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，却拉着全天下的男人替你背锅。自己犯了错不知道反省，还怪罪在女人身上。刘博文，你还有没有一点担当？小茹，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好不好？原谅你？好啊，你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说这张支票是假的，那你就把它吃了，好好的尝一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方叔，你故意羞辱我！对呀，我不妨实话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给环宇1分钱的投资了。我含辛茹苦的跟了你20年，我又换来了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再给你这种白眼狼1分钱？你说的好听，你是赵琦的老板，收我方氏的股份，还有陆总这样的人脉，我们结婚20年了，你一直瞒着我，还假惺惺的说跟我过苦日子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很伟大呀？刘俊成，人至少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。无耻是你自己自私，我是你老公，你都不帮我。当年你救我的时候，我确实是一无所有。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，我创办了朝气集团。为了照顾你的自尊心，我只能暗中替你铺路。你以为这些年你能功成名就，全是你的能力吗？真是可笑！要不是我，环宇集团早在12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里就已经破产倒闭了。你事已至此，不对环宇斩尽杀绝已经是我的底线了，好自为之吧。我们走。方叔，既然你见死不救，你无情就别跟我无义。小茹，医生，病人情况怎么样啊？病人失血过多，要立刻输血，但是他的血型呢比较稀有，我们医院的这个血库啊库存不足，最好是找到他的亲属，看看他们的血型是不是相同。亲属，把人带进来。是。放开我！我妈又不是我捅的，凭什么抓我？闭嘴！医生，他就是病人的儿子，我想血型应该匹配。可能性很大，要不然我们先带他去检测一下。慢着，你们想让我给我妈输血？对，你妈失血过多，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啊。那就是有事求我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要我输血可以，先把那30亿支票给我，否则免谈。你说什么？里面躺着的可是你妈。
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谈钱？你见死不救啊？哼，我没有说见死不救，只要你给我钱，我立马就救。如果你钱不给我，我妈出了什么事儿，就是你害的。小子，冷静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想动手是吧？我告诉你，那31支票本来就属于我的，我没给你多要，就已经给你面子了。好，行，我给你。慢着，陆总，虽然直系亲属的这个血型匹配几率很大，但是凡事都有一个万一呀。我觉得你最好还是等血型检测结果出来以后，再给支票给他也不迟啊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外人都管什么闲事啊？你信不信我揍你？刘博文，你要是乖乖的配合，支票我可以给你；要是你不识趣，我不介意先给你放点血。行，检测是吧？做就做。哎，你不是方太太的儿子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不是方太太出什么事了？哦，你是菜市场卖鱼那个大姐啊？我妈被我爸捅了，要输血。什么？哎呀，医生，方太太没什么事吧？她可是好人呐，你一定要救救她，求求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全力救治。方太太要输血是吗？是我的，输多少都行。大妈，输血要看血型的，不可能随便乱输的。医生，难得大姐一片好心，我们带她也一起测一测啊，多一个人多一个希望。那您跟我一起走吧。好。哎，医生怎么样？陆总，有个情况得跟你说一下，这个刘博文和这个方女士的血型不匹配。不匹配？什么？不匹配？他们是母子关系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，你先别急，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那个黄大姐，就是那个卖鱼的大姐，她的血型啊，跟这个方女士啊是一致的，所以现在我们都已经安排她去输血了。刚才得到的消息，方女士的病情啊已经平稳了。那就好了。但是啊，医生，我也知道你有疑虑，所以我们加急啊。给这个刘博文和方女士啊做了一个亲子鉴定，你看一下，这是结果啊！你看这无亲子关系，刘博文不是小茹的亲儿子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对呀，我们也很震惊，所以我建议啊，你最好是让刘博文呐和他的父亲也去做一个亲子鉴定，排除一下生产的当天呢。由于医院里面管理混乱，是不是导致婴儿被抱错的情况？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好的。小茹，知道这些年你过得不好，我就不该顾虑那么多，还不如直接把你抢回来，哪怕你埋怨我，也总比让你在这个家里受罪的强。瑞芳，让你担心了。你没事就好。哦，对了，刘俊成已经被我送到局子里去了，你放心，他这下半生肯定是出不来了。那就好。陆总，结果出来了，刘俊成和刘博文果然是……他们两个怎么了？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体检结果显示他们的身体都很健康。瑞芳，那你也要瞒着我吗？算了，小王说吧。刘俊成和刘博文确实是父子。他们当然是父子了，你这什么意思呀？但是刘博文和你的确没有血缘关系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知道你一时肯定很难接受，但这是事实。当时你住院需要输血，我原本以为刘博文是你的儿子，他的血型应该跟你匹配，可是没想到。那我的儿子在哪儿？小茹，你别激动，这个事情我会把它查清楚。刘俊成，一定是刘俊成，他用别人的儿子换走了我的儿子，是个人渣，他早就出轨了。刘博文在哪儿？咱们的人在外面看着他呢，把他给我带过来。是。小茹，你别激动，身体要紧啊！到底还输不输血？不会想赖账不给钱了吧？妈，你醒了，我刚才还担心你呢。你别管我叫妈。妈，你还没消气呢，我可是你亲儿子呀，亲母子也没有隔夜仇啊。我不是你妈。无亲子关系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啊！
一定是医院的问题，一定是。你就是刘俊成和别人生的儿子，这么多年，你难道自己一无所知吗？冤枉！我要知道的话，我怎么会去做那个血液检测？好像说的也有道理。那你好好想想，这些年来他有没有提过别的女人？他不惜用你去换我的儿子，这个女人对他来说一定很重要。我想想，没有啊，真的没有，从来就没有听起过。我要去找刘俊成。小茹，你刚刚做完手术，一定不要乱动啊！更何况刘俊成已经被收监了，也不是我们轻易想见就能见的。是啊，方总，如果你贸然去找他的话，他肯定会以死要挟你，狮子大开口啊！我的儿子，那也不能流落在外啊！方总，宋芊芊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我不想见他。他说，他可能知道你儿子的下落。什么？快让他进来！是。方总，别废话，快告诉我儿子的下落。方总，我愿意把我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你，但是你能不能放我一马？陆总已经把我给封杀了，我跟刘俊成的事也不知道被谁挂到了网上，我现在找不到工作，还被网暴，已经连门都出不了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就真的活不成了。好，只要你告诉我儿子的下落，我可以撤热搜，送你离开海城。您的儿子很有可能就在东郊的第14街区。什么？14街区？那里可是海城最脏最乱的地方，他怎么会在那儿？有一次，我陪刘俊成去外地考察，他路过14街区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句，说他有一个儿子就住在那儿。然后呢？我当时就很惊讶，因为就算是私生子，以他的能力，绝对不可能让自己的亲生儿子沦落在那种地方。但是他说，贱人的儿子就只配待在下贱的贫民窟。渣男！我当时听他的口气不太高兴，所以我就没敢再问了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年轻的时候还有一个情妇，他跟那个女人的感情很深，就连我也只是因为跟那个女人长得有几分相似，才被他挑中，成为了他的助理。他还是个情种。他既然那么爱那个女人，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？他说那个女人是他的青梅竹马，只是家境不好，身体也不太行，既不能在他的事业上帮助他，也不能帮他照顾家庭，所以他就没跟他在一起。这个狗东西真是无耻。那个女人在什么地方？他命苦，没能等到刘俊成功成名就的那天，就早早死了。至于他的儿子，我后来也留心打听了一下，好像是早早辍学，在工地里靠打零工度日。赵特助，快去找，一定要找到我儿子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方总，我已经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了，你能放我一马吗？瑞芳，给他一笔钱，把他送出海城。小王，去办。谢谢方总，谢谢方总。妈，就算我不是你亲生的，我也是你亲手养大的呀，就不能因为我爸的错就不认我了吧？别说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就算你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我也要和你断绝关系。妈，别这么叫我，我听着恶心。方总，您的儿子找到了，但是他被陈家抢先一步带走了。什么？他们挟持了您的儿子，要求您立刻来一趟东郊工地。好，我们这就去。方总，原来您的儿子刘安民就在陈梅家的建筑工地做工，他们绑了您的儿子，以此来威胁您。陈梅，
你放开他！你到底要什么？你跟我说！先放开他，别伤害他！大名鼎鼎的方总总算来了。我早就说过，我们陈家是海城最大的建筑商，没想到你儿子到我们陈家手下讨生活。你说这是不是天意啊？你绑架他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要报仇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陈家怎么可能会破产？我爸现在已经生病住院，现在还没出 ICU， 就连我肚子里的孩子也被刘博文这个混蛋给弄没了。你说我该不该拿你儿子抵命？你恨我，你恨博文，你可以找我们，我儿子是无辜的。你以为我不想找你吗？我们陈家破产了，我连你的高级病房都进不了。好在老天长眼，把你儿子送到我手上，现在我可以报仇了。你先放开他，我可以给你们陈家投资，我也可以让你们家东山再起，行吗？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那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呢？你现在立刻去办，给我们陈家注资，资金一到账，我就放了你儿子。好，好。妈，你先别着急，陈梅对我们恨之入骨，她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儿子的。博文，你赶快把手机给我，快点儿！你不是要和刘爱民同归于尽吗？你倒是动手啊！在这装模作样，吓唬谁啊？快闭嘴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刺激他？就是要刺激他！只要刘爱民死了，我就是我妈唯一的儿子，也是唯一的财产继承人。你简直就是疯了！你对，我就是疯了！凭什么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贱种就能夺走我的一切？本来就该死！陈梅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家公司早就已经漏洞百出了。要想盘活，起码要3个亿，拿3个亿来换刘爱民这个贱种的命，他配吗？刘博文，她是你的老婆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看着她去死吗？老婆？我呸！要不是他家能帮上我爸，就他这种脾气，谁会想娶她？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了正好，反正我也不稀罕。你这个人渣，你不得好死！别在这装模作样了，你要真想死，怎么不选一个高点的楼层？这么矮的楼层你都不敢跳，我看你就是在演戏。你别逼我！我逼你什么了？你跳啊！你倒是跳啊！好啊，你想让我去死，我就死给你们看！小赵，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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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妈妈对不起你。你知道我是你妈妈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刘燕不是我亲妈。为什么？她对你不好吗？我想，没有哪个亲妈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。妈妈对不起你，都怪那个畜生刘俊成，他从我身边把你给带走了，害我白白给那个小三养了20年的儿子。妈，我才是你儿子，我叫了你20年的妈，难道你要为了这个贱种跟我断绝母子关系吗？人渣，想让我去死，就让你陪葬！快叫医生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儿子方安民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将接手方氏和朝齐所有的职务。各位都是安民的长辈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上次注册大会之后啊，这方氏、陆氏、朝齐集团是联手围剿我们的，我的利润跌了整整30%啊！真没想到这次他儿子的就职大会还会把我们邀请过来。你还只跌了30%，你没听说吗？其他几家的盈利直接对半砍了。对半？陈氏破产，连陈家的闺女也坐牢了。
就怕这次把咱们叫过来是个下马威啊！说的好听点叫关照，说的不好听点，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啊！妈，你把这个担子交给我，我害怕做不好。你就放心吧，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可以去问小赵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我呢吗？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就行了。妈，可是你把公司交给我和赵哥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都一把年纪了，当然去和你陆叔叔去好好享受人生了。